我有一个秘密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带有上意识的记忆。这秘密一直被我埋藏于心，不敢暴露分毫。直到那年，我入宫做了宫女，同伴提醒我，千万别去招惹沈如云、沈贵妃，那是个恶毒狠心的女人，死在她手里的人不计其数。我不信，因为我曾见过沈如云的画像，也认出了她是我前世的女儿。我死的时候，她才10岁。我想弄清楚，乖巧懂事的她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恶鬼模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佩儿被打死了，她血肉模糊的尸体被太监们拖着经过我们身前，有胆子小的宫女已经被吓晕了。我皱眉望着他们离开的方向，视线落在地上的嫣红血迹上。很快会有人把这些血迹清理干净。今夜一过，宫里就再无佩儿这个宫女。我仍记得入宫那日，佩儿就跟在我身后，好奇地打量着这富贵的皇宫。后来我们一起吃住，学宫里的规矩。那夜，她趴在我床头小声问我，等我们学完规矩就要被分配到个贵人宫里，你害怕吗？我问，怕什么？怕分到沈贵妃的翠羽殿。她声音极小，带着惶恐不安，听放出宫的老宫女说，沈贵妃恶毒心狠，死在她手里的太监宫女不计其数。我没说话，她缩回被子里，希望我不要这么倒霉。佩儿一语成谶，她被分到翠羽殿，如今不过7天，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我收回视线，与其他几个宫女一起离开。我们被分去伺候老太妃，可老太妃喜静，把我们又遣了回来。嬷嬷把我们换到一处，打量着我们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沈贵妃的宫里少了人，所以还得再送一个宫女过去。她话音未落，几个宫女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年纪最小的小满竟一下子跪了下来，对着嬷嬷不停磕头。我不要去翠羽殿，嬷嬷求您了，我爹娘还在宫外等我回家，我不想死啊。她拽着嬷嬷的裙摆，声泪俱下。嬷嬷脸色一变，一巴掌打在她脸上。慎言，谁跟你说去了翠羽殿就是死路一条了？这话若让旁人听见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小满吓得立马闭了嘴，惨白着脸小声哭着。嬷嬷有些不耐了，没人愿意去，那我就随便点了。她抬起的手指正要落在其中一个宫女身上时，我站了出来。嬷嬷，我去吧。宫女们愕然地看着我。嬷嬷也没想到，脱口而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信，我不信沈如云、沈贵妃真是那样一个恶毒嗜杀的女子。我有一个秘密，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带有上意识的记忆。我清楚地记得我是谁，嫁了谁，又是怎么死的。所以在听闻宫里有个贵妃名唤沈如云时，我便想方设法进了宫，直到无意间见到她的画像，我便也确定了她是我前世的女儿。我记得我死的那日是个雨天，窗外雨滴淅淅沥沥，我有些听不真切，只有女儿低低的啜泣在耳畔回响。娘，你别丢下我，别丢下我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爹喜欢梅姨娘和弟弟，他一向不喜欢我，如今连你也不要我了。我摸着他的头发，手指已经用不上力了，视线模糊，最后陷入一片黑暗。我听见的最后一个声音是他声嘶力竭喊的一声，阿娘。夜深了，我来到了嬷嬷房里，跪在地上，真心实意道，嬷嬷，我不想死，请嬷嬷指条明路。他喝了口茶，白日答应的那么干脆，我还真以为你不怕呢。我没说话，低垂着头。嬷嬷一杯茶喝尽，看向我，沈贵妃未入宫之前是左相府大小姐，她生母去世的早，生母死后，沈相爷把那姨娘抬上了正妻之位，后来上还是太子的陛下出宫游玩，看中了同样在东郊赏花的沈小姐，陛下登基后，沈小姐顺理成章入了宫，成了沈贵妃。嬷嬷话音一顿，沈贵妃刚入宫时，其实跟如今不太一样，性子虽然也冷，可却并不残忍嗜杀。后来沈相爷因病离世，沈贵妃当时已怀了身孕，她请指回府吊唁，却跟继母发生争执，贵妃摔倒，意外小产，陛下大怒，贵妃继母害怕陛下迁怒她儿子，夜里就自缢了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嬷嬷停了很久，最后道：
具体缘由我也不清楚。总之，贵妃与沈家似乎并不亲厚。你去了翠羽殿，千万莫提及沈家。贵妃自小产后一直未曾有孕，陛下去翠羽殿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沈贵妃因而也愈发阴郁，难以伺候。她性格古怪，阴晴不定，旁的我也提点不了你什么了。阿阴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我跪地俯首，谢嬷嬷教导。走出院子，我抬头看着头顶月亮，今夜月亮很圆很亮。恍惚间，我想起了7岁的阿云，他总喜欢伏在我的膝上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让我给他编辫子。阿娘，月亮上有仙女吗？有啊。我笑，月亮上住着很多仙女。那个时候，我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，每次都忍着病痛，尽量在他面前表现得轻松。我知道自己陪不了他长大，所以总是找机会让以后的分离显得不那么难受。娘以后也会飞到月亮上去。看着阿云的眼睛，我轻声哄她，如果有一天阿娘离开了，阿云别伤心，阿娘只是飞到月亮上做仙女了，我会在天上一直看着你。到了翠羽殿的第3天，我依旧没能见到沈贵妃。这日在院子洒扫，倒是被一个宫女撞个正着，她也跌坐在地上，神情恍惚。我好心将她扶起来，可她却推开我，小跑着离开。见我皱眉，一旁宫女宽慰道：“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可能就要死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她是小厨房的厨娘，贵妃娘娘近日想吃槐花糕，她做了10几次，次次都没让娘娘满意，反而惹怒了娘娘，说是给她最后一次机会，若再做不出娘娘满意的糕点，明日一早。她压低了声音，在我耳畔吐出了2个字：处死。握着扫帚的手紧了紧。我转头看向那厨娘离开的方向，犹豫片刻，放下扫帚跟了过去。小厨房里，厨娘正清洗着新鲜槐花，可手却忍不住颤抖，泪水一滴又一滴落入盆里，眼前视线模糊。她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再做不出贵妃喜欢的槐花糕，她就会死。她不想死啊，越想越害怕，她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趁着夜色逃出宫去。可宫里到处都是禁卫，她逃不掉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正惶恐不安，近乎崩溃时，有人轻敲小厨房的门。厨娘转头看去，是个年轻面生的宫女。宫女走进来，蹲在了她面前。要我帮忙吗？我也会做槐花糕。厨娘仅愣了瞬息，就一把推开我。你想害死我吗？我8岁就跟着我爹学做饭，你做的槐花糕能比得上我？她很抗拒，但更多的是害怕。这是她能活命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她不会轻易相信我。我顿了顿，指着那盆中白色的槐花道：贵妃娘娘的生母是临安人，我也是临安人，我们那里槐花最有名，所以家家户户都会做槐花糕。姐姐，若不要我帮忙，你又准备怎么做这槐花糕？厨娘怔住，思绪纷杂。是啊，她又准备怎么做呢？已经做了10几次，次次都想方设法改进，可没用啊。贵妃娘娘依旧不满意。说实话，她已经没有办法了，紧攥着拳头，忽又松开。厨娘缓缓抬头看向我。槐花糕做好后，被送去了娘娘跟前。当天傍晚，便有几个嬷嬷来了后厨，为首的嬷嬷看着厨娘：槐花糕是你做的？厨娘惴惴不安：是奴婢做的。来人，带走。话音落下，2个嬷嬷上前，不由分说架住了厨娘的胳膊，把她带出了厨房。厨娘腿软了，语无伦次：是不是娘娘对槐花糕依旧不满意？我可以再改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求娘娘开恩啊！嬷嬷们一言不发。厨娘心里涌出绝望，周围都是悄悄往这边打量的宫女。她环顾四周，视线突然定在了某一处，而后伸手指着我：是她，今日的槐花糕是她做的，若出了什么问题，娘娘不能只罚我一个啊！为首的嬷嬷脚步一顿，扭头看来，与我站在一处的宫女纷纷让开，生怕沾染是非。嬷嬷眯了眯眼睛：哦，来人，把她一块带走。我跟那厨娘被扔在地上，摔得不轻。
一阵眩晕过后，我看清了眼前景象。华丽宫殿前帷幔轻晃，最前面的金色美人榻上躺着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。娘娘，人带来了。嬷嬷回禀一声，而后退下。沈贵妃慢慢从榻上起身，伸手掀开帷幔。厨娘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我也知道，抬头直视贵妃不合规矩，可是我忍不住，我想看看我的女儿如今到底长成了一副什么模样。抬眼看去，女子样貌极美，肤如凝脂，眉如远黛，就是那双美丽凤眼藏着说不出的冷。她垂眸与我对视，轻笑一声：“你胆子倒是大。”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眼睛挖了。我猛地一怔，不可思议地吸了口气。厨娘惶恐不安地默默挪远了些，生怕被我连累了。突然，贵妃又笑了，以帕掩嘴，笑得开怀。恍惚间，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年少阿云的影子，但也转瞬即逝。贵妃收了笑，叹道：“怎么这么不惊吓？看看你脸都白了。”话音一转，她问我：“那槐花糕是你做的？”我想了想，应声：“是。”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涂着鲜红扣丹的手轻轻一指：“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处死。”厨娘跌坐在地上，她怔愣地看着贵妃。贵妃偏了偏头，这次本宫可没有说笑。两个太监快步上前，拉着厨娘的胳膊，将她拖了下去。一路上，厨娘的痛苦求饶声不绝于耳，声音凄厉。贵妃坐在榻上，伸手拿了颗葡萄，慢悠悠剥着皮。我听见她漫不经心问我：“知道她为什么死吗？”我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因为她没有伺候好娘娘。”贵妃低低笑了声，那笑声中带了一丝讥讽，因为她不长眼睛，看不清谁才是她的主子。说话间，殿外传来脚步声，一位青衣宫女领着太医上前，太医目不斜视，一心为贵妃诊脉。我望着那边，思绪纷杂。她生病了，娘娘体内毒素大多消除殆尽，后续好好疗养，不日便会彻底痊愈。有劳太医。里面声音断断续续，我不太能听见，只能安静地跪在角落。没过一会儿，那青衣宫女将太医送了出去。贵妃撩开帘子走出，停在了我面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阿音。阿音，她轻轻呢喃了一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下去吧，本宫乏了。”我安然无恙地回去了，还被贵妃娘娘赐了只镯子。我一回到住处，宫女们都围了过来，她们七嘴八舌地问着今日情形。我还未来得及说话，就见她们看向门口，闭了嘴。青兰姑姑，今日见到的那青衣宫女面无表情地走进来，她打量着我：“阿音，收拾一下东西，从今日起，你搬去内殿，服侍贵妃。”我的东西不多，一个小包袱就全部装完了。跟在青兰身后，我也默不作声地悄悄打量她，看起来她也不过16、17岁的年纪，却似乎很得贵妃信任。思索间，我听见她说：“进了内殿服侍，是你的福气，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守本分。”那厨娘就是心思太多，为了点银子，擅改了娘娘的药膳，她死有余辜。在你之前，也有个宫女，来这不过3天，便跟容妃宫里的嬷嬷搭上了关系。我一愣，她说的是盼儿吗？周围寂静，青兰的声音显得尤为清晰，声音稚嫩，却字字有力。很难想象她这般年轻，就成了贵妃心腹。青兰侧头看了我一眼：“阿音，你做的糕点让娘娘满意，以后尽心尽力服侍娘娘，娘娘自然不会亏待你。但你若是有什么别的心思……”她话音一转，语气陡然变冷。我赶紧道：“阿音不敢，谢姑姑提点。”“不敢就好。”她悠悠道：“死的最多的就是那些胆大的。”进了翠羽殿，虽不像青兰那样时时贴身服侍贵妃，但我见到她的次数也比之前多了许多。贵妃不喜早起，她也不喜欢与其他嫔妃来往，我行我素。这些天，她常让我给她做槐花糕。吃糕点时总是格外安静，低垂着眉眼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越来越觉得她与传闻中恶毒心狠的贵妃娘娘不太一样，她好像藏了许多秘密。我愈发的想要靠近她，了解她，所以我迫切的想要得到她的信任。
机会很快便来了。那天夜里，我从睡梦中惊醒，忽闻外面有脚步声，坐起身推开窗户，悄悄看过去，是贵妃。她穿了件宽大斗篷，遮住了头脸。青兰走在她身前，提了个灯笼为她引路，灯笼散发出橘黄的光亮，照在她身前。两人脚步很轻，很快就没了踪影。我正思索着，便见一个宫女从后面轻手轻脚跟了过去。这是……来不及多想，我披了件衣裳，也跟了上去。翠羽殿后，寂静庭院里，贵妃与一男子相对而立。那男子身着禁军轻甲，泛着冷冽的寒光，可男人面容却极尽温柔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捂住了嘴。我几乎一眼便认出了他，林望庭。当年沈林两家比邻而居，关系亲厚。我与林夫人一同有孕，常有来往。后来我诞下一女，而林夫人生了个小子。他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。林望庭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却总喜欢跟在阿云后面。阿云只比他大10天，却老神在在的让林望庭喊他云姐姐。林望庭7岁时已经长得比阿云高了，他开始护着阿云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总是捧过来献宝似的给他。我记得有天午后，我在后院晒太阳，林望庭悄悄过来，我看见了他，于是伸手把他喊过来。望庭来找阿云玩吗？他在睡觉呢，估计还要一会儿才能醒。男孩摇了摇头，一字一句道：我不找他，我找您。我很惊讶，望庭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阿云说您生病了。林望庭垂着脑袋，他在我面前哭了好几次，他很难过，我不想他那么难过。伯母，您能不能快点好起来？我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忍不住咳了起来。我问他，望庭这么喜欢阿云啊？是啊。林望庭毫不犹豫地点头，我喜欢阿云。他看着我的眼睛很亮，像盛满了夜空的星星，就像现在。林望庭如今是禁军统领，浑身气势凌人，可在沈如云面前却显得有些无措和青涩。月光照射在他们身上，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，但能看到地面上他们依偎在一起的影子。秽乱宫闱，这是杀头的大罪。我心跳如擂鼓，紧紧攥着身侧的衣裳，脑袋里只有一个声音：我得帮他，我不能让阿云死。刚刚看到的那个宫女呢？她在哪？我屏气凝神，环顾四周，忽见廊道下一闪而过的一方裙角。宫女匆匆离开，没走几步，我就追上了她。这位姐姐。宫女吓了一跳，惊愕地看着我。姐姐这是从哪来啊？我观察着她的神色。宫女眼神飘忽，几乎不敢与我对视。见状，我压低了声音，上前一步：姐姐刚刚也看到了？宫女一愣，直接否认：没有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说罢，她转身欲走。我没有一丝犹豫，快步上前，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。宫女挣扎起来，我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挣脱了我，却在准备逃跑的瞬间被我推倒，额头撞在一旁的柱子上。宫女倒在地上，不知生死，额头嫣红的血迹在月亮下格外狰狞刺眼。我从没杀过人，这是第一次。正愣在原地，身上冒出一层冷汗。我深呼吸几口气，强行镇定下来，正要弯腰去处理痕迹，便听见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。抬头看去，昏暗的廊道上，一盏灯笼发出点点光亮，青兰和贵妃就站在那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后退，肩膀搭上来一只手，手劲极大，捏得我动弹不得。林望庭声音冰冷：娘娘，今晚怎么抓到了2只老鼠？翠羽殿内，贵妃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：你知道那宫女是孙贵人安插在本宫身边的人？奴婢不知。贵妃微挑了眉：那你为什么要杀她？我沉默地想着该如何答话，便听她话音一转：所以你也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她跟禁军统领私会。我抬眸看着她，缓缓出声：看到了，但奴婢是翠羽殿的人，知道谁才是主子，怕那宫女出去乱说，损害娘娘声誉，奴婢情急之下才失手杀了她。顿了顿，我吐出一口气，低声道：若娘娘仍心存疑虑，奴婢任凭娘娘处置。贵妃垂眸看了我好久，最后勾了勾唇：第一次杀人。
是，吓坏了吧？他慢条斯理地打了个哈欠，天都快亮了，回去睡吧。你也算是替本宫办了事，他本就该死。他挥了挥手，我躬身告退。刚退后几步，贵妃突然道：“对了。”我停下来，娘娘还有何吩咐？垂头看着地面，一只精致的香囊出现在我脚边。赏你了，谢娘娘。退出内殿，回去的一路上，我的心脏跳动得猛烈。虽然阿云是我前世的女儿，但毕竟10几年未见，如今的她，我也捉摸不透。在她面前，我如履薄冰，不敢大意。我不是没想过直接跟她表露身份，实在是这事过于匪夷所思。阿云敏感多疑，她不会轻易信我，还会以为我是别有用心之人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摩挲着手中的香囊，我加快了脚步。经历了那般惊险的一夜，又杀了人，我以为我睡不着的，却不想一夜好眠。看着床边的香囊，我心情复杂。这香囊竟有安神的效用，还未来得及多想，青兰来了我的院子，当着众宫女的面传达了贵妃旨意。贵妃封我为1等宫女，贴身侍候。旁人艳羡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急忙回神，领旨谢恩。穿上1等宫女的衣裳，我随着青兰去了贵妃那。贵妃坐在槐花树下，微风吹过，裙摆轻扬，倾国倾城。我上前谢恩：“你做的槐花糕，本宫很喜欢。”她兀自说了一句，问我：“你的手艺是跟谁学的？”跟我阿娘学的。贵妃望着我，神情说得上温柔。来翠雨殿许多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她露出这副神情，于是心中一动，不自觉声音也软了下来。娘娘若是想吃，奴婢去给娘娘做。不吃了。她摇摇头，总不能一直吃。看向地上散落的槐花，她喃喃自语，看来临安人都有这样的好手艺呢，连糕点的味道竟也做得一模一样。孙贵人病了，听说病得极重，整日咳血。太医去了一个又一个，可都束手无策。听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下意识便觉得此事与贵妃脱不了干系。不是我不相信她，实在是太巧了。孙贵人安插在翠雨殿的人被贵妃发现后，她曾去找过孙贵人。不久后，孙贵人便病了。怀疑是一回事，我却不会插手，也没有那个本事插手。皇宫之内，步步危机，贵妃不易，我更当安分守己。6月初，孙贵人病得严重，太医说他要静养，陛下便下旨让他去宫外金陵寺休养。他出宫那日，贵妃独自在院中饮酒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我上去劝他，他却摆摆手，又一个对手落败。本宫今日高兴，声音已带了醉意。他拉住我的手，醉眼迷蒙，突然唤了一声：“阿娘。”我心神俱震，不可思议地抬头看过去。你……下一秒，贵妃的眼神便清醒了，但声音仍含糊着：“你知道我阿娘是怎么死的吗？”我稳了稳心神，听闻沈夫人因病去世。贵妃摇了摇头：“不是。”我一愣，她凑过来，酒气喷洒在我脸上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在我耳畔吐出了几个字：“我阿娘是被我爹毒死的。”我愕然抬眸，我娘出身不显，只是临安的一个卖花女。我爹上京赶考途中与她结识，一见倾心。后来我爹为考中，无颜回乡，便在临安落脚。1年后，他与我阿娘私定终身，有了我。次年，我爹终于榜上有名，我们举家搬来了京城。我爹官运亨通，短短5年时间便官至4品。后来太师家的女儿看中了他，不管不顾地嫁进了沈家，宁愿做一个妾。他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沈家的那些过往，他说的这些，我又何尝不知道。我与沈松龄相伴数十载，经历了相知、相爱、相怨、相恨，而由爱生恨的起源，都来自断雪梅进府之日。他身份高贵，除了个妾室头衔，他比我更像一个正室，下人们唯他是从。沈松龄尊他敬他，让我处处忍让。后来他有了身孕，生了个儿子，我怕阿云跟我一样受欺负，于是便想着争一争。可我哪里争得过他？越争，沈松龄看我的眼神就越失望；越争，我失去的就越多。手背传来一片温热，垂眸看去，
贵妃估计是醉了，将头搭在了我的手上。她叹了口气，却还在说着。段太师权势滔天，自然不愿意女儿给沈家做妾，于是他几乎是威逼利诱，命我父亲在1年之内将段雪梅抬为正室。我父亲好脸面，休妻的事他做不到，尤其是陪他同甘共苦的糟糠妻。话音一顿，他发出一声诡异的笑。他确实不敢休妻，他怕别人戳他脊梁骨，于是他选择杀妻。他在我娘每日的药膳里下了毒，很微量，不致命，可日积月累，积少成多，那毒终究也是会要命的。我颤抖着手，呼吸变得急促，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扭曲。他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得病了，是我身体弱。我从没想到是被人下了毒，还是被我一向信任的沈松林。很久之前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。沈松林温柔的微笑下隐藏的算计，他每次劝我喝下药膳时眼中闪过的异样光芒，那些大夫困惑的表情，原来这一切都有迹可循。我怔愣地看着半空，泪水涌出，滴落在贵妃脸上。贵妃皱了皱眉，伸手摸了摸。下雨了吗？她晃晃悠悠站起来，伸出手掌，抬头看着天空。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我擦了擦眼睛，克制住情绪。没有下雨啊。贵妃看着天空，喃喃道，有月亮。我一愣，也抬头看去。今晚的月亮只是个月牙，被云遮挡了一半。可贵妃仍看愣了。晚风吹来，泛起一丝冷意。我看着贵妃身上的单薄衣衫，正要上前扶她去寝殿休息，却被她伸手推开。娘娘，嘘。贵妃坐在亭子里，撑着头看月亮，别说话，我刚刚好像听见我阿娘喊我了。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我望着她，喉咙涌出阵阵酸涩。我阿娘住在月亮上，她说她一直看着我呢。因为喝了酒，她的脸上染上两抹红，声音也带上娇憨，惹人怜惜。可她应该会很失望吧？她呢喃着，我现在是个坏女人。话音未落，她便醉了，脑袋直往桌子上磕。我赶紧伸手扶住了她，握着她单薄的肩背，我忍不住用了用力，以一种别扭的姿势抱了抱她。自从那夜醉酒后，贵妃待我亲近了许多，偶尔也能陪她说上2句话了，但仍有些若即若离。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里藏着什么，却说不清道不明。一切好似归于平静，可风平浪静的日子下，也暗藏波涛汹涌。转眼间便到8月，宫里即将举办中秋宫宴，比平时热闹一些。不少宫外之人进进出出，多了很多生面孔。宫人们期待着宫宴，希望能多得些赏赐。站在翠羽殿的回廊下，看着宫女们来来往往的布置宫灯，我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，总觉得不太踏实。阿音，发什么呆呢？青兰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，手里捧着一套新制的宫装。娘娘让你试试这身衣裳，中秋宫宴上穿。我接过衣裳，指尖触到那细腻的绸缎，轻声应了。午后，我去上衣局领贵妃宫宴上要穿的衣裳。走出翠羽殿不久，我便察觉到有人在跟着我，心头一紧，不自觉加快了脚步。可经过一处拐角，我被人一把拽进暗处，还未看清眼前的景象，便被一块湿布捂住口鼻，刺鼻的气味冲入鼻腔。我挣扎了几下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我是被冷水泼醒的，四周烛火通明。我挣扎着坐起身，发现手脚发软，使不上力气。醒了，一个威严的女声从屏风后传来。我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女子身着明黄凤袍，缓步走到我面前。她约莫30出头，容貌端庄，眼神却冷得像冰。我垂下头，恭敬垂首，心里却涌起惊涛骇浪。抓我的人竟是后宫之首，皇后娘娘。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本宫听闻，沈贵妃身边除了青兰，便是你最得她信任。我心跳如擂鼓，额头渗出冷汗。奴婢只是尽本分服侍贵妃娘娘。好一个本分！皇后轻哼一声，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瓷瓶，放在我面前的矮几上。中秋宫宴上，本宫要你把这药下在沈贵妃的酒里。我浑身一颤，
猛地抬头，娘娘，这……别急着拒绝。皇后俯身，涂着丹蔻的手指抬起我的下巴，你在宫外还有个妹妹吧？今年刚满14，生得很是水灵。若你不听话，本宫不介意在春风楼捧个头牌。这是你若办得好，本宫以后便是你的靠山，若不是那青兰软硬不吃，这好事也轮不到你。我瞳孔骤缩，我这一世的父母早亡，确实有个年幼的妹妹寄养在叔父家。皇后竟连这都查到了。奴婢遵命。我颤抖着接过瓷瓶，藏在袖中。皇后满意的笑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记住，若你敢耍花样，本宫会让你妹妹生不如死。我被蒙上眼睛，带出皇后寝宫，7拐8绕后丢在了一处偏僻宫道。等脚步声远去，我才敢取下遮住眼睛的黑布。深吸一口气，只觉得从阎王殿走过一遭。回到翠羽殿时已是傍晚，坐在房间看着面前的瓷瓶，一时间心乱如麻。我肯定不会听皇后之命，但是我一时想不到什么两全的法子。最后一咬牙，决定明天一早去找贵妃，把这件事跟她说清楚。夜里，我被一阵喧哗声吵醒，迷迷糊糊睁眼，房门被人推开。青兰带着几个嬷嬷站在门口，冷声道：“嗖！”我起身迎上去，青兰姐姐这么晚来我房中，可是娘娘有什么吩咐？青兰不答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搜她身上。两个嬷嬷上前，粗暴地扯开我的外衫。藏在袖中的瓷瓶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滚到青兰脚边。青兰弯腰拾起瓷瓶，打开闻了闻，脸色骤变：“阿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没想到在我主动坦白之前会先被发现。”错愕地僵在原地。带走！青兰厉声喝道：“押去给娘娘发落。”我被五花大绑带到贵妃寝殿。沈贵妃披着一件素白寝衣坐在榻上，长发如瀑垂落，衬得她肤如凝脂。见我进来，她缓缓抬眸，那眼神冷得像千年不化的寒冰。娘娘！青兰将瓷瓶呈上，在阿阴身上搜出了这个。贵妃接过瓷瓶，指尖轻轻抹擦瓶身，不怒反笑：“阿阴，本宫待你不薄。”娘娘明鉴。我跪伏在地，额头抵在冰冷的地砖上。这要是皇后娘娘逼奴婢拿的，她以奴婢妹妹的性命相要挟，奴婢从未想过要害娘娘。是吗？贵妃轻笑一声，声音却冷下来：“那为何不第一时间来告诉本宫？”我哑口无言。我确实存了私心，我怕皇后再找其他人下手，不如自己接下这任务，至少能掌控局面。可我该如何解释这复杂的心思？拖下去。贵妃转身不再看我，杖毙。我浑身一僵，抬眸看着她，跟我第一次在皇宫见到她时一样。她冷血，狠厉，毫不留情。袖中的手指狠掐了下掌心，疼痛让我从惊愕中回神。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必须让她相信我。于是决定坦白所有的一切。阿云，其实我是……话未说完，颈后被人猛击了一下，我眼前一黑，贵妃的身影逐渐模糊，最后彻底消失不见。我是在晃晃悠悠的马车上醒的。青兰坐在我对面，见我醒来，递来一杯水。这是哪里？我挣扎着坐起来，发现身上换了一身粗布衣裳。出京的路。青兰低声道：“娘娘早就安排好了退路，她料到皇后会对她下手。”我抓住青兰的手：“我们必须回去，娘娘有危险。”青兰苦笑：“我若能劝住她，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明明是年轻稚嫩的脸，我却从中看到了沧桑的神情。这种违和感太强，强到我无法忽视。一直以来，我总觉得青兰熟悉，没来由的找不到熟悉的源头。如今面对面坐着，她抬眸看我的眼神几乎让我浑身一颤。青兰转头看向马车外，车外熙熙攘攘，格外热闹。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眼中浮上恨意。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沈府，已经落败的沈府。你知道娘娘当年为什么会入宫吗？我没说话。宫里的嬷嬷说陛下与娘娘在宫外一见钟情，可我不信，因为我知道阿云喜欢的是林望庭，娘娘不是自愿的。青兰声音微冷：“当年
沈松林为了巴结太子，亲自把女儿送上了太子的床。娘娘醒来后寻过短见，太子拦住了她。太子告诉她，沈夫人的死是沈松林一手造成，就这一句话，娘娘便不寻死了。她想报仇，为她阿娘报仇。太子知道一切。青兰说，她冷眼旁观沈家内斗，甚至推波助澜。娘娘入宫后，她就利用她对沈家的恨意，借她的手除掉了沈松林，搞垮了整个沈家。沈松林在朝堂长袖善舞，一边讨好他，一边又与安王有来有往。太子自负，又怎能允许被人玩弄鼓掌？青兰的话一字一句砸进我的心里，砸得我心脏酸疼，竟有些呼吸不畅。我不知道，原来阿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过得多。这些年，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，忍着恶心被人利用，他所表现出来的狠戾、恶毒，都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盔甲。可这些东西，青兰怎么会这么清楚？看着青兰，我突然福至心灵般想到了什么。在出生时，声音都带了颤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青兰转头看着我，眼神完全变了，苦涩地笑了笑。你不是都猜到了吗？我跟你一样，带有上一世的记忆。我上一世叫周翠翠。周翠翠是我为阿云寻的奶娘。她丈夫战场失踪，婆家把她当成扫把星，把刚生产过的她赶出家门。是我给了她一个容身之所。她待阿云极好，当成亲生女儿般照料。阿英姑娘，不，或许我应该叫你沈夫人。青兰望着我，苦笑，你怎么就不能来得再早些呢？再早些也不至于没有回头路。她的话犹如惊雷砸落在我身上，我震颤得久久未能言语。青兰跟我一样，也带有上一世的记忆。阿云知道，所以她也认出了我。也许第一次见面，她就认出来了，看出我心中所想。青兰叹息，她知道，她第一眼就认出了你，但她不敢相认，因为她要做的事太危险。我皱眉，什么事？青兰垂眸，压低声音，复仇，向皇帝复仇。此时此刻，她的声音反而平静下来，眼中不由闪过一丝痛色。中秋宫宴上，成王会发动兵变，娘娘是他的内应，他们筹谋多年，如今也该有个结果了。不行！我猛地站起来，头撞到了车顶，太危险了，我们必须回去。青兰按住我，娘娘把你送出来，就是想保护你。她这些年过得生不如死，唯一支撑她的就是复仇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她更不会让你涉险。我怔愣地看着她，不自觉的泪水涌出。可我是她阿娘啊！本该一片喜庆的中秋宫宴，却成了哭天喊地的人间地狱。成王兵马冲破宫门，一路杀到了养心殿。太监宫女的尸首到处都是，鲜血染红了宫道。皇帝和娘娘们被护着躲到了御书房，禁军执剑守在外面，为他们换来片刻安宁。陛下，是沈如云。皇后声嘶力竭，赞美了往日端庄，是她勾结成王谋反。陛下，她罪该万死啊！众人的视线射过来，沈如云不紧不慢地抚了抚发髻。皇后娘娘，说话要讲证据的。皇后瞪大了眼睛看着她，我有证据。翠羽殿的宫女曾亲眼看到成王心腹扮成太监出入过你的翠羽殿。她本以为是成王与沈如云有染，这才一直秘而不宣，想着找到更确切的证据，好置他于死地。她太贪心，以至于误了大事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沈如云胆子这么大，居然敢谋反。空口无凭，娘娘可别乱泼脏水。沈如云还是那句话，要证据。可一旁的皇帝却一把拔下墙上长剑，抵在了沈如云的脖子上。爱妃，她扯了扯嘴角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那你告诉朕，你到底有没有勾结成王谋反呢？沈如云面无表情地望着他，眼中金光闪过，垂在身侧的手一颤，握紧袖中匕首，直朝着皇帝刺去。长剑在他脖子上割出一道血痕，可他却仿佛没有察觉。匕首刺入了皇帝肩膀，沈如云双手按着，紧紧往下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，你让我家破人亡，我也要让你尝尝你所珍惜的、重视的一切付诸东流的滋味。他猩红着眼，神态癫狂。
皇帝伸手掐住他的脖子，朕早该杀了你。他盯着阿云，就像你爹杀了你娘一样。可疼痛让他发抖，让他手中没了力气。一旁妃嫔们回过神，尖叫着去拍打门窗。来人啊，快来人护驾！皇后最快冷静下来，她看着那边，伸手拿过一旁的砚台，就要冲上去。就在她要砸在沈如云脑袋上时，一条白绫从一旁探出，猛地勒在她的脖子上。我死死勒着皇后的脖子，把她一点一点从阿云身后带走。皇后手中的砚台落地，挣扎的动静越来越小，最后归于沉寂。我推开皇后的尸体，看向众嫔妃，她们愕然后退，再不敢起别的心思。有人认出了我，是沈贵妃身边的宫女阿音。果然，他们翠羽殿的人都是叛贼。禁军呢？禁军快来护驾！有人壮着胆子去拍打门窗，可御书房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。林望庭一身鲜血走进来，凶神恶煞，如同地狱刚爬出来的恶鬼。众人吓了一跳，可心里又燃起希望，禁军统领来了，沈如云死定了。阿云，得快些了。林望庭的声音称得上温柔。沈如云从癫狂中回神，猛地拔出匕首，对着皇帝的心口狠狠刺下，一下又一下，他的脸上溅满鲜血。还要再刺，我伸手握住了他冰凉的手腕。阿云，他死了。阿云回神，怔愣地看向我，眼睛从无神变得有神，不可思议地摸了摸我的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摸完之后才发觉手心都是血，于是又慌张地想把我脸上的血擦干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流着泪，伸手抱住了他。没关系，阿云，没关系。我抱得很紧，像是要把他揉进我的血肉里。我在他耳边呢喃，阿娘在这，阿云别怕。阿云陡然泄了力，将头埋在我的颈侧，一片湿润。林望庭带着几个心腹禁军为我们开出一条路，我们跟着他七拐八绕，终于来到冷宫一处枯井前。井下有密道，林望庭急切地说，直通城外。成王已经控制了皇宫，你们快走。皇帝不是什么好人，成王同样奸诈。阿云铤而走险与成王合作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如今成王得势，他未必会放过我们。阿云紧握着我的手，走出一步，却又猛地顿住脚步，转头看向林望庭，眸光微光闪过，望庭，你……我没事。林望庭笑了，虽然脸上满是鲜血，面容已不似年少时稚嫩青涩，可他的笑容还像小时候一样干净。我答应过要保护云姐姐的，我从不食言。阿云眼中含泪，突然上前吻了吻他的脸颊，谢谢你。阿云拉着我跳入枯井，落入一个黑暗的通道。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看到前方一丝光亮。爬出通道，竟在一片竹林深处。这是哪里？我环顾四周。阿云指向远处，京城郊外。阿娘，我们自由了。鸟啼叫此起彼伏，天光乍泄。我紧握着阿云的手，在心里默念了许多句老天垂怜。命运的枷锁终于得以摆脱。3个月后，我们在江南一个小镇上安了家。阿云改名叫云娘，我仍叫阿音。镇上的人都以为我们是对姐妹，因战乱逃难至此。这天傍晚，我正坐在院子里缝补衣裳，院门突然被轻轻叩响。谁呀？我放下针线去开门，门外站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男子，一身粗布衣裳也掩不住通身的英气。他冲我腼腆地笑了笑，请问云娘住这里吗？我愣了片刻，突然认出了他，望庭。他也认出了我，阿音，不，伯母。他已经不知道唤我什么了。阿云从屋里跑出来，看到林望庭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林望庭黑了瘦了，脸上也多了道还未痊愈的狰狞的疤，看起来有点吓人。阿云在他面前站定，声音竭尽全力显得平静，你活着回来了。颤抖的声音却难掩他心中正激荡的剧烈情感。林望庭望向他，从怀中掏出一支木簪，阿云，我来兑现7岁时的承诺了。阿云再忍不住，偏过头，眼角一滴泪滑落。我悄悄退回屋内，
透过窗棂看着这对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相拥在夕阳下。月光升起时，我独自来到院中的槐树下，仰头望着那轮明月，我轻声说：“这一次，我想我会看着你幸福到老。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